据国防部消息，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俄罗斯军队将于近日派出海空力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在日本海中部组织的北部联合2023演习。15号参加演习的中方海上编队已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而空中兵力已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北部联合2023演习课题为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旨在提升中俄两军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的能力。15号上午，中方参演部队的空中兵力先遣梯队搭乘运20运输机飞抵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的科涅维奇机场。接下来，他们要与俄方进行空中行动的协同对接，共同研究确定任务期间演习区域的飞行航线、天气情况。据悉，中方空中兵力由多型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组成，包括运20、空警500、歼16、直20等，要在陌生机场起降、陌生区域飞行、陌生条件下保障。根据上级命令，中方空中兵力主要按照运输机、战斗机、特种机的序列梯次组织进驻，针对天气变化科学研判时间窗口，精准调控转场序列，确保进驻兵力安全顺利。而在山东青岛某军港，中方参演海上编队也于15号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演习海域。北部联合2023演习任务兵力准备完毕，请示起航。中方海上编队由导弹驱逐舰齐齐哈尔舰、贵阳舰、导弹护卫舰枣庄舰、日照舰以及综合补给舰太湖舰等5艘舰艇组成，携带舰载直升机4架。5艘舰艇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枣庄舰、贵阳舰在第36批亚丁湾护航任务中，刷新了人民海军连续航行时间最长纪录，曾创造人民海军史上水面舰艇海上执行任务184天不靠港休整的远航纪录。日照舰因重大演训任务完成出色，被北部战区评为备战打仗先进单位。编队抵达预定海域后，将与俄方参演兵力开展联合军事演习。不管是052D 也好呢，还是说054A，这都是我们海军目前最主要的作战力量。俄方作为主场，它有出动最多兵力的这种优势。那么它很可能，一般我们说采取对等方式呢，就不会小于这样的规模。此次演习的地点选在日本海中部进行，备受外界关注。作为公海海域，各国依据国际法可以在日本海开展军事演训行动。而日本海是中俄两国重要的战略通道，位于日本海的宗谷海峡、对马海峡、京青海峡3个海峡都事关中俄的国家战略安全。分析指，中俄可在此进一步在防空、反导、反舰、反潜等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同时也可在反恐、反海盗、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协调。对于确保在未来局势不稳定的状态下，甚至爆发冲突的状态下，维护两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海是应该说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主要活动区域，不管太平洋舰队到任何一个海域活动，它都要穿过日本海。尽管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到现在还看不到尽头，那么在北方能不能够维持住整个地区的和平，能不能够维持住海域上的稳定，对于俄罗斯来讲，无疑是他必须要解决、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演习是俄方首次同时派遣海空两支力量参演，也是俄罗斯军队第2次参加中方主导的年度战略演习。2021年8月中旬，俄军首次来华参加西部联合2021演习，这也是中方首次邀请外军入境参加本国年度战略演习。外界注意到，本次北部联合2023演习由北部战区组织。之前西部联合2021演习中，解放军的兵力由西部战区组成。专家认为，演习由战区主导和中俄海军年度的海上联合演习这类由军种主导的联演具有明显的不同。我们都知道，新一轮的军事改革更深入发展，那么军种主建、战区主战的态势日趋明显。由战区组织这种大型的军事演习和一般军种组织的演习有非常大的不同。一般的说，军种组织的这种军事演习更多的是以训练部队为主，而战区组织的演习更多的是以作战背景为主。
因为它主要组织的是指挥。尽管它有这种训练能力，但更多的体现了一个是以某种复杂背景情况下的实兵行动这样的一种演习。专家认为，由战区组织演习未来将会常态化、制式化、成规模。演习主题将根据各战区的实际情况、训练水平而各有侧重，将进一步提升解放军的实战能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北部联合2023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已经出发。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称，俄罗斯方面也将派出海空力量参加本次演习。那么，关于这场演习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呢？是的，程倩。其实从演习的代号上，我们就能窥见不少关键信息。联合系列军演是中俄两军合作走向新高度的新体现。它的定位是战略演习，并不仅仅聚焦单一军兵种的技战术演练，更带有提升中俄战略协作水平的宏大背景，兼具政治意义与军事意义。这类军演往往囊括了中俄两国多个军兵种，比如2年前的西部联合2021演习，中俄两军不仅派出了陆军单位，还派出了空军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联合系列军演是由中方主导，某个战区负责组织实施的战略演习，与之对应的俄罗斯版本则是东方、中部和高加索系列战略演习。本次联合2023演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负责组织实施。中方海军参演编队15号从青岛出发时，在码头上送行的正是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空军上将。本次军演的展开地域位于日本海。演习的课题为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中方派出的水面参演兵力阵容可谓豪华且强大，2艘052D 导弹驱逐舰，2艘054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1艘903型综合补给舰组成的2驱2护1补编队，这是十分罕见的大编队出动。就以过往历届中俄海上联合系列军演为例，中方往往都会派出1驱1护1补的典型驱护编队参演。本次军演竟然派出了所谓双倍兵力，足见战略演习的含金量是更高的。我合理推测，中方编队可能会派出1驱1护，在演习中领衔蓝军角色，扮演假想敌，与中俄联合编队过招。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从青岛出发的中方参演舰艇编队，参演的中方空中兵力也在同一天开拔进发。据国防部透露，此次中方空中兵力由多型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组成，包括运20、空警500、歼16、G20等等。仅从技术兵器的构成上看，这是一支涵盖歼击机、特种机、运输机与搜救直升机的战役级别的空中力量。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机出国演训，机务保障工作得全面跟上。从央视7套透露的画面来看，机务保障的技术装备，比如说电源车、空调车、弹药装卸车，都将通过运20直接送达演习预定机场。这是一次典型的跨国战略投送实践。其实，我们的人民空军对这套玩法已经非常熟悉了。过往数年，我们去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境外远程伴随保障的经验。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战略投送能力，它在未来需要的时候，可以迅速演变成歼20快速部署、歼16快速部署等战术，是具有战略威慑力的。这就是战略空军的威力。此次演习的课题是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那么，吴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个课题的现实背景，释放了怎样的战略信号呢？100年之前，马汉在他的传世著作《海权论》中就写下了这样一句精准的判断。他说：“任何陆军在世界性的军事战争中，都将不得不屈从于来自海上封锁所带来的影响与打击。”因此，维护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抵御敌人从海上发起的战略封锁，就成为陆权大国必须思考的海权迷思。其实，我们展开地图，详细复盘北约东扩的全过程，正好就是一个逐渐压缩俄罗斯海权影响力的典型案例。逐步丧失黑海、北海、波罗的海的俄罗斯，正向一个陆权国家退缩。
如今北约已经在打日本的主意了，这其实是在图谋进一步压缩俄罗斯在太平洋的海权影响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们非常清楚的是，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这个实力是大幅度滑坡。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图谋，最终肯定是冲着中国来的。因此，中俄两国两军站在一起，以战略协同的方式共同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就有着非常现实的刚需，是顺理成章的。本次战略演习将演兵场选在了日本海。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看看地图就能明白，对马海峡连接东海与日本海，它是中俄两国海军力量彼此策应、相互支持的战略通道。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则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向太平洋进发的必经之路。上述3个水道在局势紧张的时候都非常容易被美日军事同盟切断。其实看看历史也能明白。日本海至东海一线的制海权一旦丧失，侵略者就能以日本为跳板，染指朝鲜半岛乃至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日俄对马海战、中日甲午海战都以鲜血写下了历史性的教训。因此，中国要想实现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就得投入资源、投入精力，把家门口的海权博弈先玩明白了。北约在亚太地区东扩的图谋已经公开化了，中国有必要拿出强硬的姿态，正面对冲这股正在亚太蔓延的不稳定因素。考虑到美日韩3方近期的密集互动，美国甚至是不惜派遣弹道导弹核潜艇为韩国尹锡悦政府站台。那么中俄携起手来维护东北亚的海权处于均衡状态，反而有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军事冲突往往都是源于某个战略方向上出现的力量的严重失衡。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欢迎回来。应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5所大陆高校的37名师生，15号至23号赴台交流。行程第2日，大陆师生访问团抵达台中，参访捷安特自行车文化探索馆。选择这家企业有何深意？接下来的行程还有哪些安排？来看报道。大陆师生团来台第2天，一早来到台中捷安特自行车的文化探索馆参访。参访行程呢，大概是1个半小时。台媒称，学生抵达现场时，个个身着正装，面带笑容，有礼貌地向媒体记者挥手打招呼。捷安特隶属于台湾巨大集团，是世界各地骑行爱好者所熟知的品牌，被誉为台湾之光。与此同时，捷安特在大陆也得到良好发展。自1992年进军大陆以来，目前捷安特在大陆拥有5个工厂、2000余家经销服务网点。2004年2月，捷安特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评为驰名商标称号，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台湾品牌。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马英九本人也酷爱骑行运动，他自己曾经多次参访捷安特。此外，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其中也特别将自行车整车及零件纳入，产生很大效应，使得相关出口呈倍数增长。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李公勤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捷安特的成功离不开大陆市场。对台湾的产业来说的话，大陆一定是一个最重要的市场。当时捷安特成功的打开了跟欧美之间的市场之后，他就进军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因为大陆的人口很多，而且消费能力很强，所以捷安特一贯的把当年很成功的在欧美开拓市场的经验，同样复制于中国大陆，也获得很好的成效。这也代表这个企业是两岸一家亲，双方的合作才能够开创出如此好的效果。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提到，他在与大陆学生的交流中，得知很多大陆的同学都说自己从小就知道捷安特，也骑过捷安特自行车，所以今天都感到非常兴奋。我作为一名理工科的学生，还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也收获很多。肖旭曾表示，希望这次访问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每年都能够推动两岸年轻人互访，多交流就会降低冲突的可能性。
希望这次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每年我们都能够推动台湾学生到大陆去参访，也让大陆的大学生来台湾参访。那两岸的年轻人一定要多认识彼此。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是要推动，让两岸年轻人更加的合作，更加的紧密认识。此前一天晚间，马英九还特别设宴欢迎大陆青年学子访问团。马英九表示，这次邀陆生来访是他3月底4月初访问大陆时的想法。他提到，两岸学生互动浑然天成，欲罢不能，让他非常感动。当两岸青年增加更多了解，彼此增加更多情谊，哪里还需要担心会有战争与冲突？马英九说，他在2008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开放两岸3通，也开放陆生来台就读岛内高校。当时已有800余大陆学生在台就读，到他2016年卸任时，人数已达到4.2万人，成长约50倍。可惜他卸任后，两岸关系低迷，加上新冠疫情等因素，长达3年多时间，两岸交流几乎中断。对于此次交流活动，马英九称，虽然一开始情况并不乐观，受民进党当局阻挠，幸好最后峰回路转，圆满收场，是他73岁生日最好的生日礼物。有大陆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晚宴时马英九与学生交流零距离，并热情逐桌逐一向学生致意互动。马先生跟我们面对面，然后每个桌子都参与了，跟我们讲述了一些就是关于比如说台湾这边的一些饮食啊文化，我都觉得这跟我们非常亲近。在我们那一桌，他就说自己是湖南人，还会说湖南话，然后还说看到家乡的飞速发展，觉得特别惊喜。郝平特别感谢此次参访马英九文教基金会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这次交流是个开始，期盼未来有更多两岸青年交流，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这个两岸的多交流呢，这个我是绝对赞成的。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交流才会增进彼此的了解，增进彼此的了解就会避免很多误解，避免很多误解就会避免很多事情的一个误判，尤其是年轻人的交流。讲句实在话，将来两岸的关系，年轻人对两岸的关系，他后面有50-60年的工作要做的了。所以我说年轻人他是非常非常重要交流重要，年轻人交流更重要。在结束对捷安特的参访后，访问团搭高铁返回台北，并在高铁上体验台湾人乘坐火车的饮食文化——台铁便当。当晚，团员还观看了一场棒球比赛。接下来，大陆访问团还将参访台北故宫博物院、101大楼、太鲁阁、九份、平西与大稻埕等台湾知名景点，以及台东慈济等台湾指标性产业与组织。陆生更赞扬说，台湾人民对大陆同胞相当的友善，所到之处让他们感到相当的温暖，也让他们对于后续的参访行程有了更多的期待。这次大陆学生访台之行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行程进入第2天，有哪些亮点受到台媒的关注？到访景点和参访企业相关行程安排有何深意？对于这次难得的陆生访台之行，两岸民众、专家学者怎么看？来看报道。我对于糯米的，或者说是那个麻薯类别的，还有一些糕点类的，然后比较喜欢。最好是有很多的胃，然后这样可以尝试很多的美食。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丁宁是此次大陆高校交流团的团长，她从下飞机开始就被岛内媒体视为全团的焦点而重点报道。台湾中时新闻网直接在报道标题中指，奥运金牌得主点名想吃这些台湾美食。香港中评社注意到，在15号晚马英九宴请交流团期间，也与丁宁相谈甚欢，并合影留念。有台媒还观察到，在15号参观完台积电后，大陆学生纷纷拿出手机和台积电的标志合影自拍。由于访问团的颜值颇高，这也成为了现场最美的风景线。其中，来自北京大学的女学生陈诗画格外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并为她挂上“甜美正妹”的称号。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然后对于台湾的风景以及台湾人的热情，都觉得特别温暖，特别开心。现在还没有吃到就是台湾本地特别的那种小吃街里边的那种小吃，但是昨天哥哥姐姐们带我们喝了路易莎，就是台湾的这边的一个咖啡品牌，我点了一个百香果绿茶，觉得非常好喝，非常清爽。也有岛内舆论借此呼吁民进党当局要将开放陆客赴台提上日程。
历经千辛万苦，陆生才终于能来台交流，但想要开放两岸团客观光，却还是困难重重。必战的唯一之道就是两岸多交流，尽速的开放，让陆客能够来台湾。如果在台湾到处都是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两岸怎么会有战争？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李公勤对深圳卫视表示，他观察到，对于这一次大陆学生访台，岛内媒体以及大多数台湾民众都持非常正面的态度。这次有这么多来自大陆有名的大学的学生和老师能够来到台湾，我们都乐见两岸关系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但是，一切先从青年学生开始。所以，台湾不论是媒体和大部分的我们的民众都持正面肯定的态度，而且希望以后的交流越多越好。而对于此次访问团的行程安排，李公贤认为颇具深意，既有代表台湾本土从古至今历史严格的景点，也有台积电、捷安特等台湾知名产业，更有与大陆高校颇有渊源的台湾知名院校。李公贤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以让大陆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台湾。101是当年所有的陆客来台湾几乎是首选，因为101它曾经是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而且101还有一个历史上的意义，它附近有一个眷村博物馆，就见证了当时我们在大陆的那些老兵，他来到了台湾，然后落脚，就形成了台湾最早的眷村。九份也是当年我们的陆客最喜欢去的地方。台湾的本身的年轻人也是好喜欢去，这是我们台湾人比较耳熟能详的地方。所以不管安排到101参观大稻埕和九份，它整个见证了台湾过去发展的历史，非常好。此外，有台媒注意到，大陆高校交流团抵达时，桃园机场秩序相当好，而且每一名抵达台湾的大陆学生都带着满脸笑容，相当从容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南向深圳卫视表示，岛内媒体对于参访细节的高度关注，以及岛内上下洋溢出的热情氛围，展现了民进党当局控制下的另外一个台湾。从去年到现在，台湾社会的民心民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已经看明白了，如果任由民进党当局这么乱来的话，未来台湾真的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风险与波折。因此，呼吁两岸正向交流、呼吁两岸和平互动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我相信这也是在这一次的交流活动当中能够出现这么多让人感到温暖和正向细节的一个关键之一。谢南观察到，此次访问团一下飞机就参观了台积电，这样的安排是有深意的。一方面是要告诉他，在两岸当中有这么重要的一家企业，它扮演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功能，并且在我看来，台积电不仅仅是台湾之光，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宝贵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让大陆的青年去了解台积电，也是让大陆更多的人去了解两岸有这样的一家所谓的保障级企业是多么的不容易。上月初，岛内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80%民众赞成当局逐步恢复两岸健康有序交流。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向深圳卫视表示，人为阻拦阻挡不了岛内要和平、要交流的强烈民意。李振广指出，此访也标志着两岸交流从此前单向交流，也就是普遍以岛内人士来大陆参访为主，到双向交流的转变，具有现实意义。当然也意味着，那么在两岸同胞期待交流的这种愿望之下，民进党当局终于放开了一个口子，允许两岸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我觉着对于未来就具有代表性。也许就是说，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两岸的交流会越来越多。近段时间，中美高层外交热度不减，紧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的脚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抵达北京，成为1个月内第3位访华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当前世界各地极端天气频发，而气候变化也被视为中美极具合作潜力的领域。因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克里此行能否推动双方取得合作成果，同时对中美关系又将产生哪些影响？
7月16号下午，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乘机抵达北京，正式开启为期4天的访华之行。17号，中美双方将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交换意见。The world's steaming weather ironically might help thaw the two countries' frosty relations. 今年以来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干旱、野火等极端天气肆虐全球。近日，韩国持续的暴雨已导致死亡人数上升至35人。而加拿大政府15号的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烧毁面积已经达到1000万公顷，比科学家们此前最悲观的预测还要糟糕。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对克里此次中国之行给予格外关注。The two sides are now trying to get back on track. Kerry is the third senior Biden official to visit China in the past month. In Beijing, John Kerry will meet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e Junhua. The pair have worked together on the climate issue for years and made a key bilateral deal in 2021. 路透社称，鉴于两国的经济规模，中美之间的合作对于国际社会避免气候变化最严重影响的努力至关重要。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虽然外界普遍预计通过一次访问不会产生任何具体决定，但它将被视为对话的开端。中美双方将讨论如何加速转向清洁能源和减少碳排放的共同挑战。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就克里访华表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合力应对。中美曾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过良好合作，共同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中方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美气候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氛围。 As the two leading emitters in the world and as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need to cooperate on this.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中国之行将是克里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身份第3次访华，将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等中国官员会面。事实上，克里与谢振华早已是老相识，在克里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期间，两人曾共同参与巴黎协定的制定。克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度评价谢振华是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方面的有能力的推动者。今年1月，两人还曾举行视频会谈。中美已经在前几轮，尤其是在2021年4月和2021年11月，双方实际上是在气候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并且双方共同发布了联合声明。所以这次他过来的话，肯定会再去落实一下，比如说之前说到的甲烷，还有二氧化碳排放，我们要控制在一个什么样量的范围，确保全球的温度不要急剧的上升，那这些很细节的问题是会去做敲定的。如果说这几年相互的进展不一致，那可能会对于进展比较慢的一方形成一种压力。还有分析指出，克里此访对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以及稳定中美关系具有双重意义。虽然气候变化无法承载整个中美关系大局，但是却能为中美关系注入正能量，有助于继续推动两国关系止跌企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说像布林肯过来的话，他实际上是在对中美的外交的一个定调。然后呢，耶伦过来是具体谈一些经济，还有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问题。而克里这次呢，重点谈的是气候问题，所以它实际上是分工不同。所以这次过来更多的是希望把这个黄富南机制进一步的去夯实。据美国国务院此前介绍，克里访华期间将重点关注3大事项：中国实施甲烷减排计划，中国如何逐步摆脱煤炭，以及中美合作解决森林砍伐问题。此外，中美双方将为今年晚些时候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做准备。有分析指出，气候变化虽然被视为中美极具合作潜力的领域，但在甲烷排放、气候标准等具体议题上，双方也少不了激烈交锋。外界注意到，甲烷排放问题是近年来美国在对华气候政策中日益重视的新议题，也是对华施压的新抓手。与此同时，在是否以及如何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岛国提供补偿的问题上，国际社会存在深刻矛盾和重大争议，而美国有较大可能利用这一矛盾变相对华施压。除此之外，美国国内的对华政治氛围也为中美气候合作设置了重重障碍。在访华前夕，克里出席了一场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听证会上，美国共和党批评拜登政府在气候外交方面对中国政府过于软弱，指中国在继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而美国却在采取代价高昂的减排措施，甚至拿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说事，无端指责中方采用的气候标准。
对此，克里回应说，他此次中国之行的目标是在确保美方不让步的情况下，与中方建立某种稳定的关系。Look, I understand that. Let me just be frank with you.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in this visit.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stands that this is a growing issue of concern.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now is really to establish some stability.If we can in the relationship. 有分析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关系有一些气氛上的进展，但这和实质性进展有区别。如果美国同中国建立友好双边关系的诚意不足，空谈要和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实在难以实现。我觉得实际上气候问题我们是可以合作，并且中美作为全球前2大经济体是要落实这个责任的，这个是一个有共性的话题。但是这个即便是共性的话题，克里本人也在国内受到了很多，尤其是共和党那边议员的抨击。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乐观的点，他既然作为特使，实际上他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加之他本人跟拜登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呢，他可以顶住这些压力，去落实一些具体的事情。美国一方面加大对华高层接触，一面却继续在芯片领域针对中国扩大限制措施，但这让美国芯片公司坐不住了。美3大芯片巨头 CEO 准备游说拜登放弃对华出口新限制，他们的理由是这将最终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而近期，美国英特尔公司不仅在中国推出了一款专供中国市场的人工智能芯片，其 CEO 更是半年2次访问中国。日本媒体注意到，美国推动数年对华脱钩，但美国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并未降低，有时甚至还有增加。去年10月，美国政府颁布全面限制措施，旨在遏制中国芯片行业发展。有报道称，措施预计会在今年7月底前进一步扩大。不过，新措施遭到美国企业抵制。彭博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美国3大芯片巨头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将于下周前往华盛顿与美政府官员和议员举行会谈，游说拜登放弃出台新的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报道说，虽然这3家芯片巨头并不指望能阻止美政府所有相关行动，但他们察觉到了一个机会窗口。他们希望让拜登政府相信，事态升级将损害白宫与中方当前接触以及建立更富有成效关系的外交努力。报道提及，这些公司还认为，切断与最大市场中国的联系将损害他们在推进技术方面的投资能力，并最终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6月底出席一场投资会议时表示，美国限制人工智能芯片对华出口，将令美国这一行业永久丧失机会。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市场不可代替，退出中国市场不是一种可行选项。从去年10月开始，美国政府不断层层加码芯片对华出口管制，它的本质目的呢是希望在人工智能先进计算这样的领域卡住中国的脖子，以维护他们的技术霸权，实现对华科技竞争优势。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3大芯片巨头这样的动作呢，其实说明了美国这样的做法也是损害了他们本土企业的利益，会对企业的技术资金链、企业利益产生损害，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全球竞争力。这与他们的所谓的目标其实来说是背道而驰的。也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在芯片领域，美国的产业界还有政策制定界的分歧也是在逐渐增大的。日经亚洲评论12号以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戒不掉中国瘾报道称，尽管美国加强旨在阻止中国使用美国技术的制裁，但最大的美国科技企业仍严重依赖中国科技行业进口和中国市场。对财务数据的分析显示，最近一个财年，在中国销售额排名前100的全球公司中，17家是美国科技公司。报道还发现，即使是在被美政府列为目标的半导体行业，业内企业来自中国的收入比例也几乎没发生变化。在销售额最依赖中国的公司中，8家来自半导体行业。尽管政治压力加剧，但对高通、泛凌等美国半导体行业企业来说，去年中国是头号收入来源，超过欧美日等主要市场。而英特尔对中国市场的热情更是高涨。英特尔11号在北京宣布，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一款深度学习加速器，可用于加速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任务。这也表明英特尔正全力在中国市场同风头正盛的英伟达竞争。英伟达去年设计了一款名为 A800 的芯片，通过削减被美国限制对华出口的 A100 芯片的某些功能，使其可以规避美国出口限制。
就在本周，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刚刚结束今年的第2次访华行程，他的2次访华仅隔了3个月。基辛格评价，植根中国近40年，英特尔非常看好中国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令人振奋。我们知道，英特尔在过去的10多年间，它其实每年的投入研发的资金都是大概有100亿美元。那么如此庞大的研发支出，它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市场去作为一个支撑。也就是说，这个对于科技公司而言，那么你是不是能够在技术上持续的取得进步，它是和市场是难以割裂开来的。美国政府它在所谓的对中国的战略考量这一方面，其实它采取的一系列的这个打压措施，应该说都是对美国的商界是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那么如果接下来在这个问题上它没有办法做出很好的平衡的话，那么我想商界一定会努力在这个问题上，它去规避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些对它而言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纽约时报13号的评论文章就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本质上是为了根除中国整个先进技术生态系统，是一种战争行为。但这些措施如果失败，可能会产生惊人的适得其反的结果，即刺激中国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获得长期而稳定的增长。在拜登政府的压力下，来自美国盟友的一些企业也难逃被利用。近日，荷兰宣布将部分光刻机等半导体相关产品纳入出口管制。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公司随后表示，根据新规，将对其部分半导体相关产品实施出口限制。舆论认为，显而易见，此类管制是迎合美国，旨在减缓甚至抑制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已到北京访问，您认为克里此行对中美关系和中美气候合作将有怎样的作用呢？克里呢已到北京，中美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交换意见。由于克里曾经担任过国务卿，和中国领导人呢有过交往，加上他比较温和，人们希望他的访华能够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的缓和，也把他呢排在布林肯、耶伦之后，说成是第3位访华的美国高官。实际上呢，克里访华最主要的目标是在气候问题上恢复中美接触和对话，能不能推动中美关系更加稳定，能不能在气候问题上谈成一些合作，还有待观察。去年8月，佩洛西窜访台湾，中国呢对美国采取8项反制措施，其中呢就包括暂停与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对话和合作机制。中美能否合作，克里访华能否取得成绩，还要看呢今后几天双方谈得怎么样，能不能谈出点合作的干货来。第一呢是中美两国能否合作，确保今年年底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能够顺利的召开。这一点上呢，估计中美会达成共识。第二呢是美国能否取消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相关组件加征的高额关税。中国呢是世界上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国，大概呢占到世界总投资的1半以上。太阳能电池板及相关组件更是占世界市场3/4，是不是可以取消一些太阳能电池板及组件的进口关税呢？这是克里访华的一个重要议题，能否谈出点成果，全世界呢都在关注。第三呢是美方希望中国减少这个煤炭发电量。虽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在发电总量中比例上升，但是中国的用电量比较大，而且煤电呢是一种更加稳定的电源，所以煤电的绝对值也有所上升。因此呢，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减少这个煤炭发电量。但是美国的政策呢也是自相矛盾的，虽然呢它用补贴和免税等方式鼓励可再生能源，也遇上了电量供应不足的问题。拜登政府呢刚刚批准了开采阿拉斯加的油气田用来发电，这可是增加碳排放的一种项目。这呢是克里访华的另外一个议题，估计呢也很难谈拢。第四呢是中美能否合作设立国际气候基金，帮助贫困经济体应对气候变化。这呢是美方提出的，说呢是由富裕国家提供资金，而中国呢又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减排任务已经很重，好像呢拿不出更多的钱去支援国外了。这些问题呢都很难解决。中美能够恢复气候对话，能把各自的清单交给对方，不吵架呢就相当不错了。我们再来看看中美芯片战，美国的3大芯片巨头正试图游说华盛顿，要求拜登政府放弃对华芯片出口新限制。您怎么看？美国对华芯片战已经对美国芯片企业造成了伤害，所以呢，
美国3大巨头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正在设法游说拜登政府取消有关的限制，以便呢有利于美国企业的自身发展。美国政府呢，这是看到了限制芯片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影响，但是呢，似乎没有看到美国企业的发展和技术更新呢，都是需要需求来牵引的，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没有了市场需求，或者是市场需求乏力，这芯片企业呢，靠什么来赚钱呢？凭什么来进行技术更新和扩大产能呢？中国呀，每年进口芯片超过4400亿美元，比进口石油花的钱呢还要多。石油大约是2500亿美元。那么这么大的芯片需求，让任何企业都会流口水。美国芯片企业的共识是，切断与芯片最大市场中国的联系，将损害他们在推进技术方面的投资能力，最终呢将削弱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他们也担心美国的限制措施，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将刺激中国芯片企业迎头赶上，实现技术突破，进而呢实现长期的增长。美国芯片企业也从中国企业华为的劫后重生中感到了中国力量足够强大。我想呢，美国企业的担忧会传递到美国政府那儿，但是能否使美国政府改弦易辙，那就不一定了。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6月27号，夏季达沃斯在天津拉开帷幕。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多彼得率团出席。参加完夏季达沃斯后，西亚尔多飞抵深圳参访新能源企业。时隔4年，他再次接受深圳卫视专访。匈牙利被称作最西边的东方国家和最东边的西方国家，面临着美国的压力，但毫不屈服。由于仗义直言，西亚尔多也经常出现在中国舆论场中。他这趟中国之行有何感悟？对中欧关系有何见解？对俄乌冲突有何观察？来看专访。Mr. Minister, good morning. It's good to see you again. I still remember our last interview is on during the CIIE 2019 in Shanghai,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again. Yeah, welcome to Shenzhen. So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Shenzhen? Yeah, actually, I have paid a number of visits to China, to different cities and locations,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ver I'm in Shenzhen. I was in the neighborhood in Hong Kong 3-4 times. I also visited Macau. We came because of economic reasons, with the willingness to expand the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henzhen area and Hungary. You know, there's one very important thing in common, which is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economy and in Shenzhen's economy as well. I know you were going to visit BYD this afternoon, right? So do you think there's a room to exp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BYD and the Hungary company? Yeah, we already have a wide-ranging cooperation between BYD and Hungary. And BYD has been present already. BYD produces electric buses in Hungary, and they are pretty successful not only in production but in sales as well, given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 42% share of market in Hungary when it comes to electric buses. You know, we have a strategy now, or an action plan based on which we are changing the combustion buses to electric buses to all municipalities above the population of 25,000. 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当天，西亚尔多还参观了2家深圳企业，比亚迪和新旺达电池公司。比亚迪当天也同步宣布了新的海外投资计划，将在匈牙利北部小城福特投资100亿匈牙利福林，约合人民币2.1亿元，建立一家电池组装厂。首轮投资将为匈牙利创造100个就业岗位。西亚尔多表示，这项投资标志着中国在匈牙利电动公交车方面取得了绝对的市场领先地位，助力匈牙利在欧洲电动汽车转型中发挥更大主导作用。4 top 10 electric battery manufacturers have already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Hungary, and BYD has a smaller location there where they assemble the batteries. But we do hope that just like other Chinese investors, they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their presence.
while increasing the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jobs and increasing the capacities themselves. So I just mentioned our last interview was done in 2019 Shanghai, and after the 4 years, what new developments have you seen between the trade cooperation of China and Hungary? So actually, the trade has increased twofold since we have last time met. The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Hungary has reached 13 billion euros, which has never been the case before. Wha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us is that the Chinese investors have brought the most investments into Hungary in a year in 2020. And according to the figures of this year already, Chinese companies will be the largest investors of this year as well. That's for sure now. 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风高浪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欧洲深受俄乌冲突外溢效果之害，但中匈贸易合作始终向前推进。西雅尔多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匈牙利对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内的投资者保持开放，欢迎中国企业扎根匈牙利。Clear aim when it comes to economic policy is to increase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ese investors in Hungary. You know, unlike some other European colleagues, we do not look at China as neither a threat nor a risk. We look at China as a huge opportunity. For us, the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companies has brought a lot of benefit. 过去一段时间，受内外部因素影响，欧洲出现呼应美国脱钩断链的杂音。近日又改成所谓去风险。欧盟日前发布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文件也使用了去风险的说法，暗示要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西雅尔多对此表示反对，他强调，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转，在新能源等新经济领域，中欧有竞争，但互补性同样很强。When it comes to the structure of European economy, you see that the backbone of it is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there have been some political decisions made in the last decade pushing the European automotive industry to electromobility. But one thing was forgotten, actually, that an electric car cannot operate without an electric battery. So therefore, the capacities to build electric cars are there in Europe, but the capacities to produce electric batteries are here in China. So therefore, there's a must for the European economy to cooperate with the Chinese, because if this does not take place, then the major European industry, the automotive, will commit a suicide, basically. And there are, especially the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ho would like to recognize that. They are speaking about decoupling, de-risking, isolating the Chinese economy from Europe, although that would be really stupid, because that would give a knockout to the European economy.